年前，当媒体将问题抛向谭松韵会不会参加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她的回答简单到让人错愕：不会，人太多了，我害怕。没有宏大的理由，没有职业规划的包装，甚至听起来像一句随口的托词。但在那个流量为王、综艺至上的时代，这样的回答被不少人解读为缺乏野心。然而时间来到2026年，当节目第7季陷入舆论漩涡，这句我害怕却像一季提前3年的预言，重新被观众反复咀嚼。原来有些退缩不是胆怯，而是清醒。节目一度以全开麦真实竞技为卖点，但随着观众审美的提升与技术的普及，所谓的真实逐渐露出裂缝。所谓现场演唱被质疑存在大量预录音轨，所谓舞台表现被指出存在后期修音与剪辑拼接，甚至连节目宣传标语也从完全 live 悄然改成舞台呈现 live。 这一微妙的文字变化不只是措辞调整，更像是一种心虚的掩饰。观众不是不愿相信，而是不愿再被骗。综艺节目最吸引人的本应是竞技的公平与成长的真实，但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。一些真正坚持真唱的团队反而在评分中落于下风，而依赖技术加持的舞台却频频获得高分与镜头。淘汰规则也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根据节目节奏与话题需求灵活调整。当规则服务于剧情而非公平时，竞技本身就失去了意义。观众逐渐意识到，他们看到的不是比赛，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剧本。在流量逻辑主导的综艺生态中，镜头分配早已不再是公平的资源。知名艺人拥有完整的故事线、情绪铺垫与高光时刻，而知名度较低的参与者则可能被剪辑成工具人，要么制造冲突，要么承担负面形象。甚至有人被刻意拼接成情绪失控的角色，只为增加讨论度。当真实被剪辑取代，人设被包装定义，观众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人，而是剧情角色。事实上，谭松韵并非没有参与过综艺，她曾在寒冷环境中连续录制超过13小时，投入全部精力完成节目内容。但最终播出时，她的镜头却不足5分钟。更令人无奈的是，在宣传海报上，他的名字甚至被写错。这不仅是忽视，更是一种对艺人价值的轻视。那一刻，他或许已经明白，在某些综艺体系中，努力并不等于被看见。很多人误以为拒绝综艺是一种保守，甚至是错失机会。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来看，谭松韵的选择更像是一种主动筛选，而非被动逃避。娱乐圈从来不缺舞台，缺的是能够长久站立的价值判断。当一个演员经历过被忽视、被剪辑、被边缘化之后，他所获得的不只是失落，更是一种对行业运行规则的深度理解。他清楚地意识到，综艺节目并不是一个完全由努力决定结果的地方，而是一个由话题、流量、叙事结构共同构建的内容工厂。在这里，个人的真实表达往往要让位于节目效果。于是，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是否愿意成为这套系统中的一部分，是否愿意用不确定的剪辑结果去交换短暂的曝光。真正的成长不是迎合一切机会，而是学会判断哪些机会值得投入生命时间。他的拒绝其实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再确认，我是谁，我适合什么，我不愿成为什么。这种清醒让他在纷繁复杂的邀请中依然保持方向感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没有被行业裹挟，而是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节奏。在一个强调快的环境里，他选择了慢；在一个鼓励多曝光的时代，他选择了有选择的出现。这种逆流而行的勇气本身就极具力量。在当今的娱乐生态中，综艺与影视几乎形成了2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。一条是以曝光为核心，通过频繁亮相积累人气；另一条则是以作品为根基，通过角色沉淀建立口碑。谭松韵显然更倾向于后者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像孙俪、段奕宏、傅大龙这样的演员，他们的名字往往与角色绑定，而非综艺片段。他们的神秘感反而成为作品的一部分，让观众在观看时更容易沉浸其中。
而不是被熟悉的本人形象拉出戏。反观频繁参与综艺的演员，虽然短期内获得大量关注，但也容易陷入人设固化的困境。一旦观众对其性格、表达方式过于熟悉，在进入角色时便难以彻底摆脱本人影子。这对于演员来说，其实是一种隐形消耗。谭松韵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她并非排斥综艺，而是更在意长期的职业轨迹。她选择把时间投入到剧本、角色与表演本身，而不是分散在多线曝光中。这种选择意味着放弃一些及时回报，却换来了更稳定的职业积累。从更深层来看，这不仅是职业策略的不同，更是价值排序的体现，是选择被更多人看到，还是选择被更深刻的记住。而他显然更看重后者。在娱乐行业中，有一种常见的评价逻辑，谁曝光多，谁就聪明，谁错过机会，谁就可惜。但这种判断往往只基于短期收益，而忽略了长期代价。谭松韵当初的拒绝，正是在这种主流逻辑之外做出的一次反直觉选择。当他说出"我害怕"的那一刻，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不够职业的表达。但换一个角度看，这种坦诚本身就意味着他没有被行业话术完全同化。他没有用华丽的理由包装自己，而是直接表达真实感受。这种不过度表演的状态，恰恰是一种难得的自洽。而3年后的现实，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选择的价值。当乘风破浪的姐姐陷入争议，那些曾经站在舞台上的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舆论洪流，而他则始终保持着距离，没有被定义，也没有被消耗。这就是所谓的高级清醒，不是看不到诱惑，而是在看清之后依然选择克制。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有能力拒绝不合适的机会。真正的聪明从来不是做最多的选择，而是在关键时刻敢于放弃那些看似正确却不属于自己的路径。他的愚蠢其实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判断力。当热闹散去，留下的往往不是当初最耀眼的人，而是那些始终坚持自己节奏的人。而谭松韵正在用时间证明这一点。在这个喧嚣的娱乐时代，每个人都在争夺舞台中央的位置，但谭松韵却用一次简单的拒绝，走出了一条更安静、更坚定的路。他没有成为综艺的焦点，却成为了时间的赢家。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乘风破浪，不是站在浪尖，而是看清浪的方向。感谢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析内容，欢迎点赞、转发支持我们。也别忘了星号订阅频道，星号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精彩内容。你怎么看待谭松韵的选择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讨论。